资本为了原油资源，在未经开发的海底钻井，那里一片漆黑，怪事频发，更潜藏着未知的巨大异兽。挥一挥手，整个深海矿井瞬间坍塌。面对电力瘫痪、信号消失，还有异兽虎视眈眈的困境，你有穿越11公里深的海水安全逃生的办法吗？这部让深海恐惧者窒息的恐怖片《深海异兽》将会给你想要的答案。在射光灯都照不穿的深海中，开普勒矿井站内部一片安静，这里距离地面10多公里，分不清白天与黑夜。矿井员工都窝在宿舍睡觉，只有女主诺拉刚刚睡醒。她在卫生间刷牙，看到洗手池的蜘蛛都觉得亲切。然而她还没高兴多久，矿井站莫名出现震动。诺拉原本没当回事儿，但紧接着她听到漏水的声音，闻声找过去，发现水流来自天花板，旋即走廊两面墙壁裂开，大量海水倒灌而入。矿井站发出结构受损的警报，诺拉连忙往隔壁舱狂奔，路上朝宿舍大喊：“压力涌入，快逃！”结果只有一个黑人小哥跟在他后面。两人逃进隔壁舱后，系统提示他们赶紧关闭舱门，不然整个矿井站都会受损。诺拉是机械工程师，临危不乱，3两下搞定关门程序。员工舱又有人往这边跑，诺拉心软，打算等他们过来，可惜人腿跑不过船舱倾塌，最后一刻诺拉只能关门。然而门还是关迟了，压力涌入带来的冲击余烬穿透舱门，诺拉与黑哥直接被撞飞。等两人从昏迷中醒来，眼前的舱体已经开始漏水，矿井站结构有70%惨遭损坏，系统通知全体人员去逃生舱撤离。诺拉最初以为发生了10级地震，还想通过控制中心对外求救，结果在对讲机里听到兽类低吼。两人不敢耽搁，带上手电寻找最近的逃生舱。为了不走冤枉路，诺拉却服务器调出地图，在他操作电脑时，黑哥说出了内心恐惧。他怀疑刚才的灾难并非地震，诺拉害怕的双手颤抖，没有心思探讨原因，只说海底电缆断了，无线没了，他们联系不到海面外援。好在电脑还算给力，给出了一条去逃生舱的路。两人不顾路上倒塌的乱石，一根筋的渐动钻洞，中途救了一位侥幸存活的队友，是个叫保罗的汉子。3人钻进一个黑黝黝的窄洞时，诺拉因为身形最小打头阵，岂料遇到了幽闭环节第一下，一具惨白的尸体出现在前方，明显是刚被乱石压死的。他强装镇定继续爬行，还回头给黑哥加油打气，免得队友掉链子。然而等3人抵达逃生舱，竟发现逃生舱全都用完了。原来矿井队长已经送走了很多人，自己没舱可用，坐在地上怀疑人生。不过等他看到诺拉3人，瞬间恢复了队长该有的担当，先命令黑哥和保罗去查看潜水器状况，再平复诺拉的紧张情绪，并帮这位工程师处理伤口。确认潜水器也损坏后，4人去了控制室。诺拉的大哥与大嫂早已等在那边，尽管大嫂还没过门，也只是个矿井研习助理，却有不容小觑的知识储备量。队长查询冷却塔状态不稳定，大嫂第一个意识到问题很严重。冷却塔里有矿井的热核心，储存着大量能量，如果核心熔毁就会产生爆炸，届时这里的人都会被炸死。现在距离爆炸只剩30分钟，鉴于没逃生舱、没潜艇，也无法用无线信号和海面求救，队长提出去罗巴克矿井站避难的想法。罗巴克距离开普勒有 1.6 公里，而且比开普勒所处的海域更深，这意味着他们要向下走。其他人觉得队长异想天开，没有潜艇难道不行吗？队长表示步行足够了，他们只要下到载货电梯抵达海床，再由深孔通道去中转站补充循环呼吸器，之后循着海床上的数字标记往前走，如果顺利就能进入罗巴克。其他人一开始不同意，认为太危险了，可当他们听到钻凿点传回的声音，里面隐约有兽类吼叫，再加上矿井站又开始震动，众人一下就慌了，只好同意队长的计划。换身前装置时，大嫂注意到墙壁上一幅生物写生图，估计和这次灾难有关，但她不认识图上的生物，没能深究，先换好装备逃命要紧。全副武装的6人去了载货电梯，随着按钮按下，他们逐渐被海水淹没，但载货电梯无法直达海床，他们还要跳上货物升降机。然而黑哥这时却发生了意外，
原来深潜装置不够，他穿的那一套有瑕疵，经由海水挤压头盔开始崩裂。当保罗打开电梯外舱门，巨大的压力袭来，黑格直接被挤压成肉糜，电梯里顿时充满血水与残肢，吓得大嫂尖叫连连，便是一直镇定的诺拉也懵了。幸好队长理智在线，立刻带剩下的人进入货物升降机。升降机里氧气足够，众人获得片刻安宁，说说笑话掩饰恐慌。孰料系统发出警报，显示升降机下方有东西。队长猜测是某个逃生舱落下面了，里面可能有生还者。于是保罗和大哥负责去搜救。队长本想打开探照灯开路，不知为何灯泡突然灭了。他怀疑周围有东西存在，但出去的两人看不见，只听到吱吱的怪叫声。发现的逃生舱也疑似自爆，不过上面有藻状粘液附着。逃生队友的尸体不在舱内，反而被电缆缠住拖去了外面，背部跟液化了一样在蠕动，看起来相当奇怪。诺拉预感不妙，喊两人赶紧退回升降机，他们却好奇地凑近尸体翻看。突然尸体里逃出来个东西袭击他们，大哥眼疾手快，一枪毙命，还把那东西带回升降机了，是个长得和章鱼类似的小生物。大嫂没见过这种生物，猜测是海底未知物种。由于钻探进热水坑搅到了生物老巢，这玩意儿才会出来觅食，但还不带他细分析，升降机的灯光忽然熄灭，整个系统随之歇菜。诺拉正打算抢修，忽闻外面有怪物叫声，接着是物体爬上升降机外壁的响动，众人一时回过味来，难道小生物的老母亲找来了吗？他们吓得大气不敢喘，赶紧关上最近的一道门。可是除了门，升降机还有窗户啊！头顶窗户陡然被一只大型怪物撞击，不过还没撞碎，升降机就因脱离缆绳急速下坠。在彻底降落海床前，他们防止和升降机一同坠毁，连忙打开所有舱门逃出去。刚出去就往声孔通道入口跑，幸好升降机坠毁带起大量尘土，算是误打误撞给他们做了掩护。怪物没从后面追来，5个人顺利进入通道，只有大哥的氧气过滤装置被撞失灵了。等到中转站能换过滤零件，总体上来说有惊无险。他们坐上声孔通道的货车，如无意外能直通中转站。岂料通道多年不用，水泵堵塞，轨道被海水渗透，货车无法在水里通行，5人只能弃车趟水走路。怪物似乎也预料到他们的行踪，一直在外面敲击墙壁。但隔着一道墙，众人心里不怎么害怕，只管蒙头往前行。途中看到很多零食塑料袋，说明以前有人来过这里。大嫂无意感慨，她好想吃棉花糖啊。其他人都没有闲心聊天，因为前面的路断了，通道坍塌，大石块堵住了路，只能从水下钻过去看情况。又是身形娇小的诺拉打头阵，他游过去发现对面空间很大，于是喊队友一个个游过来，保罗排在最后。他之前听到大嫂的话，偷偷把珍藏的棉花糖交给大哥，让大哥转交给大嫂，殊不知这是他最后遗言。当他过去和队友会合，还没将身上的绳索解开，水里的绳索忽然被拽紧，原来怪物找到墙壁缝隙溜进来了，保罗被拖进水里。他本想仗着身前装置保命，却不料怪物力大无穷，直接将他从身前装置中拽出去，保罗命丧当场，装置里立即血红一片。剩余4人慌不择路往前跑，终于躲进了中转站，但都被刚才的那一幕吓傻了。大嫂更是环保良心醒悟，直言是人类掠取太多，惹怒了海底异兽，因此招致灾难降临，他们才自食其果。队长没那么多感悟，给大哥换好氧气过滤装置，4人继续往罗巴克矿井站前进。然而刚出中转站，他们就被盯上了。一只怪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海底与他们玩躲猫猫，时不时在镜头前闪现一下，刷刷存在感。当把人类惊吓度刷满，挑准大哥拖进洞穴。好在怪物只是玩游戏，队长连忙跑上去救人，把大哥从洞穴里拖出来。然而当他返回捡遗落的枪，怪物却开始第2轮游戏了，拖着队长身前装置上的绳索将人带飞。诺拉因为拽着绳索另一端也被带走，两人纷纷落到了不知名的平台上。怪物在平台边沿偷袭诺拉，张开血盆大口咬住他的头盔。危急关头，还是队长用刀刺痛了怪物触手，但他也惹怒了怪物，
怪物抓住他飞速往上游，快速上升引起的压力超出身前装置承受范围。队长不想让诺拉丧命，最后一刻松开了勾住装置的绳索，随即一声爆炸在深海响起，队长在爆炸中死亡。诺拉坠回了海床，他的身前装置受损严重，附近找不到大哥和嫂子，还有怪物在旁边休眠。诺拉只能埋头往反方向跑。他误打误撞跑进了废弃的谢波钻井，这里空无一人，没有逃生舱，却有氧气足够呼吸。诺拉在娱乐室发现队长的照片，衣柜里还有队长的工作服，以及一张将罗巴克作为预定地的制图。原来队长是第一批钻探这片海域的人，无怪乎他会定下去罗巴克的计划。诺拉兴许被队长事迹感染了，从颓废变得斗志满满。找到地图，记下去罗巴克的路，拿出谢波矿井中仅剩的枪弹，再穿上这里唯一一套身前装置，接着去外面找大哥与嫂子。诺拉隐约听到嫂子在说话，顺着方向寻过去，果然看见了哥嫂二人。只不过大哥被怪物儿瘫痪了，只能由嫂子拖着往前走。嫂子没想到诺拉还活着，当看到一个东西朝自己扑过来，害怕的闭上眼睛，死命大叫。听到诺拉的声音才发现是队友，两人都决意继续去罗巴克，于是拖着大哥一起上路。路上虽然没有怪物出现，他们还是免不了害怕。尤其嫂子喜欢闲聊放松，诺拉便说了自己恋人的事儿。他恋人也喜欢潜水，有一天喊他去，诺拉没去，结果恋人出海一去不回，这成了诺拉心中永远的痛。怪不得导演多次给了诺拉摸胸前挂坠的镜头，他来深海工作，想必痛苦大于快乐。两人聊了没多久，前方隐约有光亮传来，靠近一看，正是目的地罗巴克。他们以为苦日子要熬到头了，马不停蹄往那边赶。走到通往罗巴克的高桥，诺拉猛然发觉不对劲，挡住了往前冲的嫂子。好家伙，前方竟是密密麻麻的怪物倒挂在桥上方睡觉。他们为免刺激怪物，连忙关灯摸黑赶路。毕竟罗巴克入口近在眼前，摸黑几步还是能走的。结果天不遂人愿，嫂子的身前装置中途没换氧气罐，此刻氧气即将耗尽，触发系统警报了。那声音比早起的闹铃还吓人，有只怪物直接被吵醒了，抓着诺拉就是一顿狂揍。嫂子连忙拖大哥跑向入口，怪物给诺拉表演了生吞入腹，幸好诺拉之前带了枪弹，一枪打破怪物肚皮爬了出来，但更多的怪物从沉睡中醒来，然而他们没有冲向诺拉，竟悉数被举向空中。诺拉还没搞明白原因，深海里忽然出现更低沉的兽吼，他将照明弹射出去，便见远处站着一只庞然大物，那是堪比矿井站还要大的异兽。诺拉这小身板哪能打得过？大桥被异兽轻轻一捏就碎了，随之而来的是强大的压力冲击。诺拉在冲击中滚入罗巴克矿井站，连氧气罐都差点耗尽了。幸好嫂子及时关闭舱门，还利落地解除了身前装置。但罗巴克也不是久待之地，异兽的破坏堪比10级地震。之前能破坏开普勒，罗巴克自然也会坍塌。诺拉三人必须尽快找到逃生舱，飞往海面。指挥舱内刚好有3个逃生舱，诺拉检查时发现有一个坏了，他做好牺牲的准备，先骗哥哥坐进逃生舱，并将保罗的遗物交给他，又在嫂子发现他意图时暴力将嫂子塞进逃生舱，毕竟他们是要做夫妻的，将来在等着他们。诺拉无牵无挂，早已将深海当作自己的归处。但异兽也注意到了逃生舱，它是有智慧的物种，居然派徒子徒孙去追逃生的2人。诺拉看到异兽的举动，立即做出玉石俱焚的决定，引爆冷却塔的热核心。核心爆炸范围刚好能覆盖到所有怪物。等异兽意识到危险已经迟了，强大的能量在深海炸开，所有生物皆丧命于此。最终哥嫂2人顺利获救。然而资本为了开采更多石油，将他们的访谈被当作机密封存，记录到罗巴克矿井灾变的录像也都被损毁。不久之后，这片海域的钻油业将再度启动。影片的故事到此结束了，留给观众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。作为恐怖片，深海异兽的结局并不恐怖，也不怎么大快人心。它只是在讲述一个深海诡异故事之后，将人尽皆知的事实摆在观众面前，
即便处理方式与纪录片类似，这样的结局却并不尴尬，反而更令人动容。那种从影片开始积压的恐慌情绪，原以为到了结尾能随着异兽的死得以宣泄，没想到看完最后一点内容更堵得慌了，甚至你会觉得异兽不该死，还想为他鸣不平。那个大家伙只是在驱赶侵入自己领地的敌人而已。深海异兽在深海恐惧方面的氛围把控的也很好，对于未知生物的恐惧、深处不见天日海底的无力感，以及一波接一波的高潮，绝对会让观众大呼过瘾。总之很建议大家去看原片体验一下。那么我的解说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，宝子们别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